师傅，您之前上楼出电梯的时候，有看到什么东西吗？凌晨2点，我被手机铃声吵醒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打来的。是开锁师傅吗？我家的房门打不开了，能帮我开一下锁吗？电话里是一个女人焦急的声音，我让对方不要着急，然后询问了女人的住址和门锁的相关信息。挂断电话后，我迅速起床，穿好了工作服，一切准备妥当之后，我提上工具包就出了门。现在我们这一行的生意越来越难做，但好在麻吉花园是个老小区，比较容易下手。为了拓展生意，我不得不自己创造客户，提前在住户的门锁上做手脚。说起来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将一根牙签从锁孔里插进去，然后将牙签掰断，只留尖部的一小节在锁孔里。这样一来，钥匙就不能完全插进底部，门锁自然也就打不开了。业主不知这其中的门道，大部分人会选择用力转动钥匙，然后就会导致更加严重的情况出现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也就轮到我这个开锁匠出场了。我不仅给人开锁，还会忽悠客户更换锁芯，这样我就可以赚得更多，达到利益最大化。当然，选择目标也是有技巧的，我通常都是隔层选目标，一层只选一个目标，这样才不会让住户起疑心。不仅如此，我还会细心的把除我之外的所有同行广告全部去除，只留下自己一个，不但可以保证客流，也能保证我提前做的手脚不被发现。自从用了这个方法，我便拥有了源源不断的客户，像今天这样半夜接单也不是头一次，毕竟总会有早出晚归的人。很快我便到了4号楼的楼下，我进入电梯，直接按下了14楼。等我来到楼上时，我看到1404号房的门前蹲着一个女人，见有人来，女人赶紧起身向我询问。是开锁师傅吗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感觉女人的声音似乎有些颤抖。我点头回复：是的，刚刚是您给我打的电话吧？对的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这门打不开了。刚刚我用力过猛，钥匙已经断在里面了。女人说完，指了指门上的锁孔，锁孔里果然卡着半截钥匙。您这个应该是锁芯老化所致，需要更换锁芯。说着，我向女人出示了我的相关营业证明，然后按照规定向女人核实了身份信息，可以确定是这间房子的户主。严格来说，现场还需要有第三方证明人的存在，比如物业或者邻居，但由于时间太晚不方便，现实中有些规矩一般能省就省了。在做完开锁登记之后，我从包里拿出工具，正式开始了我的工作。我刚开始忙活，女人突然问了我一句：师傅，大概需要多久能把门打开？我一边工作一边回复她：差不多10来分钟吧。能快点吗？我看了一眼女人，发现她的眼神似乎有些飘忽不定，女人好像在有意无意地朝我身后的某个方向看着什么。我随即也朝那个方向瞥了一眼，可我只看到了一条昏暗而又空荡荡的楼道。我皱着眉头对女人说：您这锁很不好开嘞，我尽量快些吧。其实像这样的锁，一眨眼的功夫我就能打开，但我需要尽量把时间拖得久一点，要不然客户会觉得我这钱也挣得太容易了些，他们在掏钱的时候会很不乐意的，因为之前吃过这方面的亏。所以在那之后，不管是多么容易开的锁，不管客户有多着急，我好歹也要拖够10分钟才给人打开。我算是整明白了，开锁不仅需要技术，还需要演技。10分钟后，我终于把门给打开了，接着我还给客户换了一个锁芯，至于那个旧的锁芯，其实压根儿就没坏，等我回收回去，下次又可以换给别的客户，这就叫一本万利。我总共收了客户100，刚接过钱，女人便走进屋里把门带上了。可就在门刚要关上的时候，门却突然停住了。女人站在屋里，透过门缝压低了声音问了我一个问题：师傅，您之前上楼出电梯的时候，有看到什么东西吗？女人说着用手指了指我身后的楼道。我听后一愣，立刻回头再次看向了那条昏暗的楼道。女人继续说：我指的是电梯门正对面的楼梯口里。我随即望去，在楼道的左侧确实有一条通往楼上楼下的消防楼梯，而楼梯口正好在电梯门的对面。在我此刻所站的位置，只能勉强看到进入楼梯口的门洞，门洞里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到。我不明白女人的话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。之前我急着给您开锁，出了电梯就直接左拐与您碰面了，没怎么留意楼梯口里有什么。您有没有看到一个白森森的人影，就站在楼梯口里？我听后瞬间感觉全身一阵发毛。白色人影，楼梯口里？女人连连点头。那是一个身穿白色长裙、披头散发的女人，她的脸完全被头发遮住了，就这么面朝电梯门站着，动都不动一下。女人的话让我感到一阵毛骨悚然，但眼下这个情况，我也不得不走过去确认一下，因为我马上离开就要路过那里。我故意用力咳嗽了一声，
声控灯应声而亮，我壮着胆子慢慢地走了过去。女人继续躲在屋里，透过门缝看着楼道里的情形。中途我回过头来看了一眼门缝里的女人，由于门缝很窄，透过门缝我只能看见女人的半张脸，她耳旁垂下来的长发遮住了她的半只眼睛。老实说，这个画面让我有种莫名的恐惧。等我刚要来到楼梯口的时候，声控灯由于时间到刚好自动熄灭了，我不由得浑身一颤，赶紧用力跺了一下地面。声控灯再次亮起，我终于看清了门洞里的情形。我赶紧用力跺了一下地面，声控灯再次亮起，我终于看清了门洞里的情形。门洞里就是一条通往楼上楼下的消防楼梯，根本什么人都没有。突然，身后传来一阵嘈杂的响动，紧接着咔嚓一声，我回头一看，女人已经将房门关上了。我长吁了一口气，看来是虚惊一场，定了定神，准备收拾家伙赶紧走人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忽然发现更换了锁芯后的新钥匙还没来得及交给1404号房的客户，真是被刚才的事给整迷糊了。我赶紧敲响了那女人的房门，可一连敲了好几下都没有任何的回应。我有些纳闷儿，那女人才刚关上门，她不可能没听到敲门声的。回想起之前女人的异常反应，她或许真的是被吓着了。我甚至可以想象，屋里的女人此刻可能就站在门前，透过猫眼看着我。我只好一边敲门一边解释，只是想把新钥匙交给她。可屋内依旧没有任何回应。见敲门无果，我只好又掏出手机给女人打电话。我从通话记录里找到了女人的电话号码，电话刚拨通，我就听到了对方的手机铃声。可让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，手机铃声并非来自屋里，而是来自我的身后。我立刻回头，发现手机铃声正是从楼梯口的那个门洞里传来的。这怎么可能？那女人明明已经进屋里去了，可手机铃声为何会在楼梯那里响起？铃声持续传来，清脆响亮，显得格外刺耳，在这寂静的楼道里犹如鬼魅一般回荡不绝。楼梯口门洞里的声控灯也随之再次亮起，我循着声音又来到了楼梯口。这次我壮着胆子开了门，然而在推门的瞬间发出了咣当一声，好像是碰到了什么东西。我探出头向左侧望去，突然一道白色的人影从左侧飘了过来，我整个人都吓得瘫坐到了地上。只见一具身穿白色长裙的女尸吊在半空中，披散着头发，看上去有些娇小，长发挡住了她半张脸，脚上的鞋也掉了半只。更令我浑身发抖的是，那手机铃声依旧在继续响着，而发出声响的手机此刻就在女尸的包里。这一刻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赶忙爬出了楼道。楼梯间里的女尸是谁？她为何会死在这里？是谁杀了她？更匪夷所思的是，那不曾向我打开所求助电话的手机，为何会在这具女尸的身上？莫非之前给我打电话求助开锁的其实是这具女尸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死在楼梯间的女人才是1404号的业主吗？这一刻我什么都顾不上了，我只想赶紧的离开这里。我慌乱地按着电梯，在等电梯的同时我报了警。我试图说清楚现在的情况，可我实在是太害怕了，只能含糊其辞地嚷嚷着有死人。在警员耐心的询问之下，我还是吞吞吐吐地讲述了现在遭遇的状况。警员承诺会尽快过来看看。挂了电话，我心里涌起了一丝不安，因为我意识到我肯定卷进了一场不小的麻烦中。如果死在楼梯间里的那具尸体是真正的业主，那等于我替贼人开了门。即便今天我能逃过一劫，之后肯定会被牵扯进这场凶杀案中的。可如此阴森恐怖的地方，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但令我没想到的是，这两部老旧的电梯居然迟迟没有上来。最关键的是，电梯的指示灯都在13层，而且电梯好像根本就没有要上来的意思。我依稀听到电梯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13楼挡住了电梯。一阵莫名的恐慌感袭上了我的心头，是不是有人藏在了13楼？而他不想我坐电梯离开，难道对方要逼着我走楼梯？可走楼梯的话，是不是直接就会跟藏在暗处的凶手撞个正着？就在我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，突然身侧传来了一声响动，我扭过头看了过去，是1404号房门被缓缓地推开了，门只开了一条缝便停下了。身后的房门被缓缓推开了一条缝，我试探地走了过去，透过门缝往里看，却没看到之前的女人。突然，一条满是鲜血的手臂从门缝底部伸了出来，还在微微地颤动着。我吓得后退了一步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只见门缝缓缓撑大，紧接着我便看到那个女人的头贴着地面，慢慢从门缝里探了出来。女人的半边脸贴在地上，头发盖住了半只眼睛，她口吐鲜血，身子突然颤抖了2下就不动了。我努力克制着自己不要尖叫出来，身体像被钉住了一样动也不敢动。她死了，居然在屋子里遇害了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
门砰的一声被人大力的撞开，一道人影从屋内跳了出来。这一刻，我彻底绷不住了，一头冲进了楼梯间。我已经顾不上楼间被吊起来的尸体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赶紧离开这里。路过13楼的时候，我也顾不上电梯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因为身后的脚步声正在逐渐逼近。我沿着楼梯一口气跑到底，沿途的声控灯都应声亮起。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，如果真的有人突然出现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会一脚踹上去。我仅用了1分钟便跑到了楼下。幸运的是，我刚走出楼道就遇到了警察。虽然我狼狈不堪，可我终究是活了下来。我大口大口喘着气，终于安全了。但接下来，我知道我的麻烦也会接踵而至。作为案件目击证人的我，被警员带进了询问室，在询问室待了一阵子。面对警察的询问，我刻意规避了自己开锁的细节。然而，当警察拿出了锁芯和半根牙签时，我知道我再也逃避不了了。我微低下头，说出了自己为了做生意而使用的卑劣手段。我承认，门锁的事是我做了手脚，可人不是我杀的。但是你的行为比杀人的人还可恨。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。哎呀，师傅，大概需要多久能把门打开？差不多10来分钟吧。能快一点吗？哎，您这锁很不好开。我的女儿，开门，快开门！就是你女儿把我孩子害死的，你害了我女儿，是你害了她。警察，你们快把他带走吧！就是这个人老来骚扰我们母女。你害了我女儿，是你害了她。喂，是开锁师傅吗？我家的房门打不开了。喂，物业吗？帮我找个开锁师傅，我家门又坏了。刚刚是您给我打的电话吧？您这个应该是锁芯老化所致，需要更换锁芯。吊死在楼道里的人就是当时参与霸凌的主犯，也就是1404业主的女儿。真没想到，就因为我那看似微小的坏心眼，却毁掉了一个父亲的一生，也差点让自己丢了命。楠楠，快醒醒，这地方有问题。我睡眼惺忪地朝小燕看了一眼，然而就是这一眼直接把我吓了一个机灵。只见小燕惨白的脸上全是泪痕，惊魂未定的她全身还在不停地颤抖，显然一副惊吓过度的模样。她把声音压得很低，好像隔壁有人在偷听一样。你记不记得我们白天在2楼窗台看到的那个女人？我当然记得。这次出来玩，我和小燕订了这家深山里的民宿。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，她告诉我她就是这所民宿的房东。交谈间，我有意无意瞥见2楼窗台边坐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女孩，那女孩约莫20岁左右，一头乌黑的长发让她显得楚楚动人。性格活泼的小燕也看见了女孩，她热情地向女孩挥了挥手，算是打招呼。可是那个女孩似乎并不欢迎我们，她没有任何回应，只是安静地看着我们。房东太太见状连忙解释道：这是我的大女儿，她在这深山待惯了，性格有些孤僻，你们不用管她。说完，房东太太便让我们去登记住宿。来到2楼房间，我一头就扎进了浴室，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后，我被一股强烈的困意席卷全身。当我被小燕吵醒时，已经过了午夜。看着小燕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我再也没有了睡意。到底什么情况？你别急，慢慢说。小燕闭上眼睛，深吸了2口气，努力克制住恐惧的情绪后，才缓缓开口道：刚才我肚子饿，想要去楼下厨房找点东西吃，结果回来的时候，我看到白天那个女孩还在那个位置，我和她说话，她也不理我，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，就凑了上去。但是就在我触碰到她的身体时，我发现那女孩不仅身体僵硬，就连体温也不正常。你说这大夏天的，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，怎么可能一点体温都没有啊？小燕哆哆嗦嗦地把事情说了一遍。对于她刚才的所见所闻，我并没有第一时间下结论，毕竟2个女孩子身处在完全陌生的地方，更何况这里地处偏远，手机信号也差，多个心眼总是没有坏处。过了好久，等小燕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后，我轻声安抚道：你别担心了，我出去看一眼。
走出房间，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女孩，女孩确实就坐在白天那个位置。趁着一阵风吹过，我借口有点冷，想让她帮忙关上窗户，可是女孩却依旧纹丝不动地坐着。无奈我只能快步走上前去关上窗户。可就在我转身的时候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因为走廊灯光昏暗，我一个不小心撞到了女孩，然而她就这么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。我来不及想太多，急忙向她道歉，并伸出手想要将她扶起来。可当我触碰到她手臂的瞬间，一股强烈的恐惧感便油然而生。那女孩的手实在是太冰了，正如小燕所说，这根本不可能是正常人的体温。借着走廊上的灯光，我凑近女孩看了一眼，只见女孩整张脸上虽然盖着一层厚厚的粉，但还是盖不住原本的青灰色，薄薄的嘴唇也是毫无血色。然而更夸张的是，此刻被我撞倒后，她不仅没有任何表情，甚至就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。我颤抖着将手伸到她的鼻子下面，几秒钟之后，我彻底愣住了。这个女孩根本不是人，而是一具尸体。当我条件反射就要惊叫出声的时候，楼梯上传来了一阵脚步声。我们就住在2楼，小燕在房间里，根本不可能走楼梯，那只能是房东太太了。或许是刚才女孩倒在地上发出的声音吵醒了她。接着我脑海里产生了一个念头，我不能让她发现我在这里。当一个人被逼到绝境时，自己的潜能必定会被激发出来。我一咬牙，闭着眼睛扶起地上的尸体，并把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，然后一闪身就躲进了旁边房间的床底下。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的心也跟着越跳越快。我拼命祈求上天千万别让房东太太发现我。房东太太进了房间，绕着走了2圈。就在我以为她要离开时，突然她的脸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面前。我从来没想过住个民宿会遇到这么恐怖的事情。房东太太的脸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的面前，那斑驳的皱纹和浑浊的眼睛在微光的照耀下透着一分诡异。你在床底下做什么？她苍老的声音带着丝丝凉意。你吓到我了。我从床底下爬出来，故作淡定地说，刚才我听到这房间有动静，以为是老鼠，忍不住进来瞧瞧。我知道我的借口有些牵强，房东的眼睛正死死盯着我，他突然凑近我，声音充满了令人浑身发毛的黏腻感。小姑娘，胆子太大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我僵硬地冲他点了点头。房东突然咧嘴笑了一下，山里寒气重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忙不迭地点头，向门外快步走去。尽管我没有回头，却依旧能感觉到房东还在盯着我。刚走出房间，我发现那具女尸竟然凭空消失了，猛地收住了脚步，心里的恐惧一浪高过一浪。身后，房东突然开口：“这个是老房子啦，晚上千万不要乱跑。”他的语气里尽管带着一丝笑意，可我脊背却阵阵发凉。我打了一个激灵，快步跑回房间，用力锁好房门，戒备地看着门口。小燕一脸茫然地问：“娜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我强压下心底的恐惧，催她赶快收拾行李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们看到的那个窗前的姑娘根本不是人，是具尸体，凶手很有可能是房东。更可怕的是，他好像知道我发现了这个秘密。我颤抖着声音说。小燕紧紧抓着我的胳膊：“娜娜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离开这里，越快越好。”小燕险些哭出来，咬着嘴唇点了点头。和小燕收拾好行李后，我竖起耳朵不停地听着外面的动静，直到1楼传来踢踏的脚步声和隐约的哈欠声，紧接着是开关门的声音。他应该睡下了。我压低声音对小燕说。小燕和我对视一眼，我蹑手蹑脚地打开门，小心翼翼地提着行李走了出去。我们不约而同放轻了脚步，生怕惊动房东。终于到了1楼，前台近在咫尺，房东并没有坐在那里。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拉着小燕直奔门口。突然间，一个人影闪了出来，挡在了门口。你们是想退房吗？一个陌生又沙哑的女声突然响起，我和小燕都吓了一跳。看到她长相的时候，我的眼睛瞬间瞪大，恐惧已经达到了极限，因为眼前的女人和窗前的那具尸体长得一模一样。她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我偷偷打量着她，并没有说什么，猛地拉着小燕就往楼上跑。你们不是要退房吗？跑什么？难道我会吃了你们不成？女人阴森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就像是催命的符咒。紧接着，女人也追了上来，她的狞笑一直在耳边回荡。我不敢有片刻的停歇，发了疯似的跑进一个房间。就在我准备锁门的刹那，一只手用力抵住了门板，那双邪恶的眼睛死死盯着我。不是告诉你们不要乱跑了吗？女人力气大得惊人，门缝一点点变大。就在我以为自己会成为她的盘中餐时，女人突然爆发了一声惨叫，紧接着将手抽了回去。是小燕，她用拖把砸在了女人的胳膊上。就在此刻，我赶紧关门反锁，又将沙发抵在门上。我们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喘着气。门外的女人依旧在疯狂地叫嚣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会有人死而复生吗？我却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，不对劲，这个声音怎么和房东一样？
明明已经死了的女人却疯狂追了上来，她的狞笑一直在耳边回荡。我拉着小燕发了疯似的跑进一个房间，就在关上门的刹那，一双邪恶的眼睛死死盯着我。不是告诉你们不要乱跑了吗？门砰的一声被关上，缓了许久，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不对劲，这个声音怎么和房东一样？我压抑的哑着嗓子继续说，在楼下时，我还看到他手里捏着一把刀。小燕浑身一凛，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吧？我赶忙拿起手机想报警，但是手机显示无信号，拿着手机在房里绕了一圈，最后打开窗户，身体探了出去，终于拨通了报警电话。门外女人不停地咒骂着，砸门声也变成了戾气的破门声，门上甚至有木屑掉下来，门板被她砍得摇摇欲坠。小燕吓得捏紧了我的手臂，瑟瑟发抖，我也控制不住的想哭。就在这时，角落里一个衣柜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们把衣柜挪过来，或许还能抵挡一阵儿，为警察的到来争取时间。小燕点了点头，衣柜很沉，我和小燕吃力地拖拽着。突然，衣柜朝一个方向倾斜，我和小燕还来不及反应，门一下子被打开了，紧接着有人一头栽了出来。我和小燕吓得惊呼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房东太太。此时的她脸色铁青，双目紧闭，身体早已经僵硬，她已然没有了气息。我的脑袋乱极了，那门口的女人到底是谁？这个民宿里到底还有多少秘密？我还来不及多想，门砰的一下被砸开了，女人提着斧头翻了进来，得意地站在我们面前。我和小燕拿着拖把和椅子，胆战心惊地与她对峙着。女人不经意看到了房东的尸体，突然眼眶通红，放声大笑。这都被你们发现了，你们去死吧！说着，她猛地举起斧头向我的头上劈来，我一个退后躲过了她的袭击，可女人根本不想放过我，斧头再次朝我的身体砍过来。我举起拖把防御，斧头一下子将拖把砍断。我吓得惊呼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去死吧！女人狠狠地向我劈来，情急之下，小燕举起椅子砸在女人的头上。女人吃痛，转过头愤怒地看向小燕，然后晃荡着身体朝小燕走去。小心！我尖叫着提醒小燕，然后将手里的木棒砸向女人的脑袋，直接在她的额头留下了一个口子。女人伸手去擦额头的血渍，小燕趁机再次狠狠砸向她的头。女人的身子终于软软地倒在地上。随后，我和小燕合力将她绑在椅子上，直到警察的到来。她还一直在昏迷。女人清醒后供述了全部案情。女人和房东是母女，她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姐，两人几乎长得一模一样。母女三人一直相依为命。也就在前天，姐妹俩闹了矛盾，生性敏感好胜的妹妹一直嫉妒姐姐的优秀，失手杀死了姐姐。而这一幕又恰巧被妈妈看到，在妈妈劝她自首的时候，她气愤于妈妈偏向死去的姐姐，于是她又对妈妈动了手。回过神来后，妈妈和姐姐已经再也没有了呼吸。她很后悔也很自责，甚至导致她严重精神分裂。凭借她很好的化妆技术，经常扮演起着不同的角色，可能在她的世界里，她的家人还都在吧。而自始至终，我和小燕面对的都是同一个人。如果每到半夜你都能听到门外有奇怪的敲门声，你会怎么办？周五晚上，我很早就睡了，但由于我睡眠很浅，再加上房子隔音效果也很差，半睡半醒之间，我就一直听到外面有人在不停地上下楼，脚步声非常有节奏，从2楼上到我住的3楼，停了有10几秒钟，然后再上到4楼，到了4楼，脚步声会突然消失，但是没过一会儿，那个人就会再下来，就这样来回的走动。我心里有点害怕，但想了想，那个人毕竟是在外面，我门都锁了，他就算有什么企图也一定进不来。我不断地安慰着自己。此时我已经毫无睡意，躺在床上一直听着外面的动静。那个脚步声持续了将近有1个小时，就在我几乎快要崩溃的时候，外面的脚步声突然停止了。还没等我缓一口气，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，我吓得一下子坐了起来，汗毛直立，犹豫了半晌。我悄悄打开了卧室的门，望着门口，竖起了耳朵仔细听了听，直到发现他敲的是对面的门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对面都没人住，那人敲一会儿就走了吧？就这样，我一直站在卧室门口等着外面的人走掉，僵持了10分钟，这个敲门声依然没有停止，而且每次拍门间隔的时间几乎都一样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已经是凌晨2点。我挠了挠头，如果再这样敲下去，我就不用睡了。嘟囔间，我鼓起勇气走到了门口，趴在猫眼上看了过去，只见一个身穿黑长裙的女人站在对面，伸着手不停地在拍打着门，她的姿势非常僵硬。我隐约觉得这女人身上有一个地方很奇怪，但是具体哪个地方我又说不上来。就在我疑惑的时候，那个女人终于停止了敲门，再仔细看时，人已经消失在了楼道。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，终于走了，这下应该可以好好睡觉了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第2天晚上，昨天的脚步声再次响起。没过一会儿，那个女人又开始敲门，又一次被半夜吵醒的我特别生气。一看手机，又是凌晨2点，我皱了皱眉。要是每天晚上都这样，那以后就别想睡个安稳觉了。我冲到了门口，隔着门对女人喊道：“大
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？喊过以后，我就趴在猫眼上观察着外面的情况。那个女人就像没听到一样，依然还在敲着门。这女人怎么回事？没睡好的烦躁感突然压过了心底的恐惧，心一横，我直接打开了门。你要再敲门，我现在就报警！你这属于扰民，知道吗？说完以后，那个女人确实不再敲门，但依旧没有说话，甚至没有转身，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在这短短10几秒间，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个女人，穿的衣服没有问题，头发和脚也没有问题，但是她的手臂却很奇怪，明明衣服没有袖子，但整条手臂却是黑色的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后悔自己的莽撞，恐惧席卷了我的神经，我赶紧伸手想要把门关上，但就在关门的时候，女人突然转过身，咧着嘴就朝着我扑了过来，还伸出一只手想要把住我的门。我害怕的浑身颤抖，咬紧牙关，用最快的速度有惊无险的把门给关上了。关上以后就马上反锁了门，这个女人也没了动静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吓得面色苍白，我不知道她是已经走了还是站在外面，我不敢去看猫眼。缓了一会儿后，我拿出手机就赶紧报了警。警察来了以后，女人已经不见了。录完笔录后，警察就走了。折腾了一夜，我都没有再睡着，这得亏今天也不上班。早上8点左右，就在我准备补觉的时候，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是房东。他大早上的打我电话干什么？按了接听键，就听到房东抱怨的声音：“哎呀，小心啊，这点事儿你咋就报警了呢？”啊，什么事儿啊？一宿没睡，我脑子都有些懵，反应过来才知道他说的是那个女人。听房东说了之后，我才知道我的对面以前住着一对夫妻，后来男人在外面认识了一个女人，而这个女人也不知道男方已经结婚。没过多久，这件事就被男人的老婆发现。这男人老婆也是挺狠的，直接拿着一瓶硫酸就找到女人的家里。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，男方的老婆被抓走，而女人面部毁容、重度烧伤，又被男方抛弃。后来就精神失常，隔三差五的去找男方，但是没想到的是，男方早已经搬走，没了音讯。最近我总觉得家里多了一个人，起初我觉得是我的职业病在作祟，直到某天凌晨，无意间垂眸一瞥，一双漆黑狂热的眼珠藏在床底，正死死地盯着我。深夜12点，我卸完妆，略显疲惫地走出卫生间，冷风从没关紧的窗缝里吹过，带来些许寒意。我抱紧手臂，心里有些疑惑。回家后，我明明关紧了门窗，现在又怎么会打开？难道是进贼了？这个念头浮现的瞬间，忽然外头客厅传来轻微的摩擦声，我浑身一抖，冷汗瞬间冒出，脸庞也变得毫无血色。这些诡异的动静又开始了。半个月前，我搬进了这座单身公寓，原以为能过上梦想的生活，谁成想我的周围怪事不断，莫名其妙坏掉的吊灯，凌晨睡梦中听见的轻微脚步声，落在身上冰冷又黏腻的隐约视线。我怀疑家里多了一个人，这惊悚的念头让我的神经绷得很紧，导致工作时的状态也特别差。此刻头顶灯光闪烁，在昏暗幽静的公寓内，这道忽明忽暗的光线显得十分诡异。因为拍摄录制实在忙碌，我一直没有空叫人来修吊灯，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心中的不安感越发严重，我匆忙扭过头，不敢再看身后景象，一路慌张地逃进了卧室。卧室门被用力关上，我捂住胸口，灯都没来得及开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努力平复狂跳的心脏。床头柜上正在充电的手机亮着令我心安的屏幕光，我忍住恐惧，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，心惊胆战了好一会儿，门外的摩擦声好像忽然消失了。我坐在地上，终于缓缓吐出一口气，幸好我没有按照以往的习惯将手机放在客厅充电。这个念头闪电般将庆幸的我劈僵在原地。充电时，我的手机明明是关机锁屏状态，可此刻手机屏幕却一直亮着微弱的光芒，它分明已经被人解了锁。我腾的一下从地上站起，谁解锁了我的手机？这一刻，家里肯定进人了，这种恐惧感疯狂席卷了我。我哆哆嗦嗦拿起手机给经纪人老韩发了信息。就在此时，寂静的空气中忽然传来一道微弱的喘息，是属于男人的喘息声。我的动作猛地滞在原地，黑暗中我对上了2只漆黑阴沉的眼珠，那双眼睛布满血丝，此刻正瞪成一个夸张的弧度，死死地盯着我。他竟然就藏在我的床底下。我眼睁睁地看着男人冲我森然一笑，然后慢慢地将硕大的身躯从床底挤出。安静的卧室里充斥着男人费力的喘息声，在我惊恐万分的瞳孔中，男人狂热无比地朝我扑来。小贝，我爱你，小贝，和我在一起吧！我惊恐的尖叫，用力攥住了门旁边的衣架，用尽全力砸向男人的额头。他瞬间跪倒在地，发出一声杀猪般的痛喊。男人朝我怒吼：“陆小贝，你这个贱人！”我的眼泪不知何时已布满脸庞，疯了般打开卧室门，拼命往外逃。之前我就听过私生饭的传闻，没想到这么疯狂恐怖。幽暗狭窄的走廊此刻格外的长，头顶的吊灯不断忽闪。寂静的公寓里，只有我急促的呼吸和男人气急败坏的叫骂。这座公寓地处偏僻城郊，平时鲜少有人来，求救根本没有用。
不要脸的贱人，你给我站住！给我身后站住！男人激动扭曲的声音越来越近，我咬紧牙关，死死盯着近在咫尺的大门，屏住呼吸，奋力向前一跃，企图握住公寓门把手。我握住了，眼里猛然绽放出巨大惊喜。只是还没来得及将大门彻底拉开，下一秒，我的头皮一阵剧痛，男人毫不留情地抓住了我的头发。我忍不住惨叫一声，身体被强制拖回公寓，眼睁睁地看着打开一丝缝隙的大门离我越来越远。救命！救救我！我泪流满面，不肯放弃的大声呼救。男人格外恼怒，一脸狰狞恐怖。贱人，还敢叫！他喘着粗气，两手就是响亮的一巴掌，火辣辣的触感从脸上蔓延开，剧烈的痛苦让我瞬间失声。这就对了。男人咧开嘴笑了起来，小贝真乖呀！我剧烈颤抖着，男人神经质地抚摸着我的脸颊。和我在一起吧，小贝。他声音阴冷而黏腻。你放心，谁也没办法拆散我们。男人冰冷的左手落在我的睡衣领口，我惊恐万分地瞪大泪眼。随着衣物裂开的声响，男人的脸剧烈耸动，目光兴奋且痴迷，下一秒就要把头凑过来。这一刻，我终于崩溃的痛哭出声：“谁来救救我！”忽然，猛地传来一声巨响，大门被打开了，肥硕的男人被人强行从我身上拉开，随后被来人一脚踹在肚子上，哼唧了2声没了下文。我蹲在墙边止不住的哭泣，一件西装搭在我的身上，是我的经纪人老韩。他不停地安慰我说一切都过去了。后经调查得知，这个男人一直是我的私生饭，阴差阳错的被他找到了我现在的住址，于是就有了这次事情的发生。这件事给我的影响很大，我一直沉浸在极度的恐惧中，迟迟无法走出来。夜深了，你敢一个人看床底下吗？我耐心地给女儿妞妞讲睡前故事，妞妞抱着娃娃，听得津津有味。故事讲完，我给妞妞盖好被子，叮嘱她好好睡觉。妞妞突然伸出手拉住了我的胳膊，哀求地说：“妈妈，再陪陪我好吗？”妞妞的手心汗津津的，她似乎很害怕。已经很晚了，你明天还要上学。我温柔地对她说：“妈妈，那我能不能开着灯睡觉？”妞妞扁着嘴问我，得到我的同意后，她似乎松了一口气。互道晚安后，我走出了房间，可前脚刚走，下一秒就听到妞妞的尖叫声。妈妈！我焦急地打开房门，却看到妞妞面无表情地坐在床上，一双眼睛似乎没有焦点。她扭头看向我，机械地说：“床下有动静，你能帮我检查一下床下的怪物吗？”大概是刚才的故事内容让妞妞有些害怕，我赶紧将她搂在怀里，轻声安慰：“怪物只存在童话故事里，现实中没有怪物。”妞妞身上僵冷的温度让我忍不住摸了摸她的额头，然而她并没有发烧。妈妈，帮我看看吧，求求你了！妞妞突然流着泪说，她的反应让我的心也莫名紧张起来。我和她对视了几秒后，慢慢俯下身去，一个皮球从床底下滚了出来，我莫名的松了一口气，伸手抓起球，站起身把球举到妞妞的面前。宝贝，你看，只是个皮球。说着，我伸手把球递了过去，妞妞不停地向后闪躲，眼里写满了恐惧，她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，带着哭腔说：“妈妈，那个球不能碰，它是怪物的东西，怪物会发脾气的。”怪物在哪里？我被妞妞的情绪感染，心里慌慌的，头皮都有些发凉。它就在你的后背上！妞妞尖叫着指着我的身后，冷汗呼的一下冒了出来。我慢慢的扭过身去，妞妞的脸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尖叫一声，猛地站起身，心扑通扑通的跳个不停。妞妞躺在床上抱着娃娃，好奇的看着我。妈妈，你刚才睡着了？刚刚只是一场梦。我继续给妞妞讲完故事，然后帮她盖好被子。妈妈，你能再陪陪我吗？我很害怕。我的心里一惊，刚刚的梦里妞妞也说过同样的话。接着，妞妞提出了开灯睡觉的要求，我忧心忡忡地关了门，站在门口迟迟没有离开。妞妞并没有尖叫，我稍稍安心一些，责怪自己想得太多。刚躺在床上，我就听到妞妞的房间里传来了响动。这是拍球的声音，我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，蹑手蹑脚地走向妞妞的房间。拍球声越来越清晰，猛地推开她的房门，圆滚滚的皮球在地板上有节奏地弹起落地，而妞妞却不在地上，她正坐在床边，两条腿悠闲地荡着，歪着头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皮球。这诡异的画面让我的嗓子发干，伸手将皮球接住。很晚了，你这样拍球会影响别人休息。我不悦地说：“不是我拍的，是他。”妞妞有些委屈地说：“他是谁？在哪里？”我觉得这是妞妞的恶作剧，生气地呵斥她：“他是个怪物，就在你的后面。”
妞妞认真地说，这些内容再次和梦境吻合，可我却一点都不想相信。这个世上根本没有怪物，不要再装神弄鬼。突然间，一双冷冰冰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他轻轻拍了拍我说：“你是在找我吗？”我的神经立即绷得特别紧，缓缓地转过头去，妞妞的脸近在咫尺，她在笑，一脸诡异。轰地一声，一颗炸弹在我的脑子里炸开。我再次回过头去，妞妞正四平八稳地坐在床上，可是后背冷冰冰的气息还在，那只手还没有从我的肩膀上拿开。巨大的恐惧让我眼前一黑，又晕了过去。我再次醒来时，人正倚在妞妞的床头上。妈妈，你太累了，刚才都睡着了。妞妞心疼地摸了摸我的脸，她手心的温度是热的。我伸手掐了下自己，有痛感。刚才的画面难道是梦中梦？我心乱如麻，理不清头绪。接下来，妞妞再次说出了让我抓狂的一句话：“妈妈，我很害怕，你能陪陪我吗？”这个世上真的有怪物吗？我支吾着问她。妞妞点点头，起身趴在我的耳边，小声地说：“他就在我的床底下，一直有个皮球陪着他。”我汗毛瞬间立了起来，脑子里一片混沌。妞妞，说假话可不是好孩子。我舔了舔发干的嘴唇，故作镇定地说：“妈妈，我真的没有说谎，不信你弯腰看看。”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疑惑地下床往床底探去，一个皮球从床底深处滚出来，紧接着发生了令我震惊的一幕，妞妞的脸慢慢地从杂物堆里探出来，她害怕地看着我说：“妈妈，我的床上有个怪物。”我捂着脸惊声尖叫，猛地起身时，脑袋一下子撞在床头柜上，一阵刺眼的阳光让我再次睁开了眼睛，周围的环境熟悉又陌生。我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，我的床边站着一个漂亮的姑娘，见我醒来，她露出微笑：“妈妈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。”“你是妞妞？”我是试探着问。“你能想起我了？”妞妞扑进我的怀里，嘤嘤地哭着。这熟悉的怀抱加上她身上熟悉的味道，记忆瞬间向我涌来。我是一位单亲妈妈，带着双胞胎女儿生活。妞妞是姐姐，丫丫是妹妹。可惜两姐妹同脸不同命，丫丫患有先天智力障碍，这也是前夫和我离婚的主要原因。她不想被丫丫连累。我带着2个孩子生活，日子虽然艰苦，却也充满了快乐。孩子6岁那年，一场意外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。那日，我带妞妞和丫丫去公园玩，2个女儿都很开心，她们还玩起了拍皮球的游戏。皮球不慎被丫丫拍进树林里，我赶紧跑去捡球。等我返回来时，丫丫却不见了。妞妞哭着告诉我妹妹掉进了湖里，我一下子瘫倒在地，随后踉跄着去找人帮忙。等救援队的人把丫丫捞上来时，早已经无力回天，她就死在了我的怀里。妈，放下吧，妹妹也不希望你一直折磨自己。我觉得妹妹从来不曾离开，因为她一直在这里。妞妞指了指她心脏的位置，看着妞妞的脸，我再次泪流满面。其实，死亡从来不是终点，遗忘才是。